有人说他是台湾的鲍勃迪伦，他自己说自己是一个乡村诗人。这个被中国封禁数年，看起来好像只会唱情歌的陈升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大陆的知乎网站上有一个很贴切的答案：陈升是一个漩涡，他自己在那里转啊转啊转啊，自己转得高兴就好。旁人被他吸引也罢，被他伤害也罢，他都还是自己在那里转啊转啊转啊，自己转得开心就好。每每想起陈升，脑海里都会浮起一个穿着花短裤，踏着个拖鞋，随意又很享受的中年人。恐怕很少有人能像陈升那样活得如此潇洒，像个老小孩，这些年渐渐地活成了所有男人都羡慕的样子。犹记得陈升发行第一张专辑《拥挤的乐园》，封面文案上2段醒目的大字：如果你们认为我有一点怪，那是因为我太真实。他的不一样仿佛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了。30多年过去了，陈升写了很多歌，去过很多地方，也把它们一一的写进歌里，也喝了许多许多的酒。这个醉汉头发早已渐渐变得花白，能走路就不骑单车，能骑车就不搭汽车，闲来无事的时候就穿着花衬衫和短裤，踏着拖鞋四处游荡。关于年龄他说，谁都怕老，我第一个怕老人臭，也怕老花眼不灵光，千万不要自怜，努力不要喋喋不休。这些年你看他好像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，像个不羁的浪子，实际上他比谁活得都通透，他始终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，该做些什么。即使已经60岁了，还坚持每天运动出汗，保证自己身上没有老人味。他说他的原则是3不1没有：不走星光大道，不当评审，不演讲，没有不能唱的舞台。50岁的时候，陈升写了一本书叫《9999滴眼泪》，生妈、生嫂、刘若英、陈绮贞4人亲情撰文推荐，从不同角度解读他们眼中的陈升。书中写，陈升曾去算命，大师说他能活到60岁，于是他就有种很奇特的感觉，可以估算着自己还有多少时间，可以去做多少事。他叨念着要在70岁之前发满30张专辑，跨年演唱会也要一直唱下去，新宝岛康乐队要发到15张，还有5到8部电影，还要出几本书。就像他对自己说的那样，年纪大了也不要自怜，努力不要喋喋不休。这本书特别收录了陈升给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的自己写的信，滚君看的是陈升的自由之路。所有我们认为的，我们看到的那个最好的陈升，都是这个老男人这些年逝去岁月的累积而成。20岁的陈升刚从彰化北上服兵役，他跟妈妈说，你的儿子要去当3年的大头兵，然后摆出一副对未来有些不屑的表情。那时候他觉得他是个能够决定自己未来的人。30岁的陈升刚从滚石唱出道，也出了专辑，称得上是个音乐人。他写歌唱歌，但是却很不适应歌星这个称呼。他说直到如今都还不适应这2个字。那年工作室养了2条金鱼，他像养鱼儿一样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几天，为了要醒悟一件事，想象自己将是破茧而出的蝴蝶。后来他在书中写道，30岁那年的事，如果搬到20岁，自己一定熬不过去。人总是要这样一步一步成长的。30岁那年，陈升的野蛮、任性、自私都被瓜分了。40岁的陈升说和21世纪有个约定，笑说风花雪月算什么，没有哭，只有笑，笑自己当年的荒谬，笑自己一个人走出风中。已到不惑之年的陈升笑看曾经一切不堪，反而能活出了自我。50岁那年，他曾给自己的信中写道，带了一点点的兴奋，带了一点点的恐慌，不管怎样，即使你说前面的路是坎坷的，是美丽的，我还是要慢慢走向50岁的你，活得越来越自在。60岁，他说跟自己有个约定，边走边唱一首很老的歌，唱着唱着就笑了。他终于明白，这就像由山脚爬过山丘后看到未来的心情。许多心情都在心中，自己很明了，欲辨已忘言。他说他要更自由，他要笑得更开心。
在一次采访中，对方问陈升：“你会留一个能总结你一生的东西吗？”他这样回答：“不清不楚的人才必须要简洁地用100个字去描述他的人生。”我认为我该说的都已经在作品里说完了，我可以很甜蜜地死去。总之，我就是自由人，我喜欢自由。有人说，你无需讨论今天的陈升是好是坏，是进是退，也不用去抱怨听不懂老鼠万岁和巴西万岁到底是在为谁万岁。陈升已经不再是个歌手，而是一个符号。即使你不喜欢他这样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表达方式，也会说服自己，哎呀，反正他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老男人经营的不是音乐，不是他的歌曲，而是一个中年老男人背后的潇洒，是所有人都羡慕的个性。他说他终究得要告诉全世界说，我是自由人，高贵的自由人。